风向龙凤配，我是谭家龙，我是陈凤馨，带风向，我来跟风向，免得你晕头转向。好，这个过去这一个礼拜呢，你的风向到底有哪一些？是 DeepSeek 的风向呢，还是美国关税战的风向呢？我们今天呢都会来为大家好好的来谈一谈。来，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呢，首先呢是对于川普也很了解，然后对于美国也很了解，对于中国大陆也很了解，对于经济跟科技都很了解的蔡正元蔡博士。这位欢迎。没有，我都跟香农跟凤馨学。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好，那么另外呢是大家非常喜欢，而且呢也对于国际地缘政治上面非常熟悉的介文汲介大师。凤馨好，香农好，大家好。好，我们先从中美的关税战跟科技战开始说起，就是过去这一个礼拜最夯的。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把它爬梳下来了之后呢，川普看起来这个关税真的是他的工具，而不是他的目的。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也强调，就是呢川普征收关税的目的是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这句话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强调的是制造业回归，而不是说我要用关税来弥补我减税的财政这个失去。所以他并没有打算要用增加关税的钱来补减税所损失的税收。这一点是贝森特算是说了老实话了。好，那么现在呢，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税呢都暂缓1个月实施，但是中美之间的关税战，真的开打了。这个10%的关税呢，从2月4号开始实施，而中国大陆呢也采取了反制措施。这反制措施里头包括了天然气啦、煤炭啦、原油啦，还有一些这个大排气量的一些汽车啦，还有一些机器的这些设备啦。那么课10%到15%的关税，那从2月10号开始生效，也就是下个礼拜就要开始生效。那么在中国大陆反击之后呢，原本川普一直说我24小时之内会跟中国通话，就改口了，说我现在不急着要跟习近平通电话，没有人接电话。对，因为看起来中国大陆并没有打算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要跟你谈判，他想要先冷你一下哦。好，那么这个是属于关税战的部分，而另外一边则是科技战的部分。现在传出来呢，字节跳动呢，它在出售 TikTok 的部分股权这件事情上面，现在正在放缓，因为要知道中国政府的态度。这里面呢，中国政府很可能这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知道你川普依赖 TikTok， 那这个时候我在出售上面的条件各方面可能要重新的来思考。那么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呢，现在美国呢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传出来说美国众议院呢正打算要立法禁止政府的装置使用 DeepSeek， 如果说违反的话，最重可以判刑20年。好，这里面有几个话题，就是关税战真的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能够达到川普要的目的吗？中美关税战，中国大陆这个地方的应对到底是如何？而科技战当中，现在新一轮的人工智慧战，那么美国要采取的反堵措施能成功吗？郑源，不管是关税、科技、AI， 这个中美关系环环相扣，这个都会缠斗一段时间。先从关税来讲没有错，这个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把川普那个所谓对中国课60% 的关税拉住了，因为那是个不切实际的。因为贝森特在经济学界混那么久，他很清楚的，课关税是有一个所谓最适关税的点，超过那个东西，你课越多，你是自己会受伤越多啊。那第二个呢，他也了解到中国的品项太多了，产业太多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它事实上是不同产业、不同公司在生产的。生产电冰箱跟生产毛巾是2种不同的行业。对，在义乌的行业又跟那个其他的生产那个太阳能面板有不同的行业，因为品项太多，品项太多就会造成一个进口替代的困难。再加上的，他所谓的让美国的企业回到美国，因为美国在海外的企业也不生产这些东西美国企业可能可以生产石油来进口替代加拿大的石油，可以生产木材，因为美国自己不砍木材，砍加拿大的木材，所以加拿大木材可以赚很多钱。可是
这种品项少、金额大的行业，适用加拿大可以，适用中国却有困难。所以对中国来讲，它已经对美国的出口比例从30%现在降到14%，当然有一部分是移到越南跟东南亚国家去。但不管如何，你美国要对东南亚国家课高关税，美国也要垫分量。第一个，除了国际战略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就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成本优势，因为进口替代就要成本优势。如果进口替代没有成本优势的话，你唯一的造成的结果就是仍然美国消费者要花更多的钱，不管在国内买，在国外买，你都是买那么多。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海外进口品还是一样的会进去啊，所以这里面。对于贝森特来讲，他当然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就开始做摸着石头过河。他就跟川普讲，不要课60，我们先课10看看。所以因为你那个最适的关税点在哪里，经济学家没有办法告诉你，对 AI 没有办法告诉你，对，他只能一步一步的测试看看到底在哪个地方。所谓的最佳关税点，就是说我课了以后就发现到我进口替代的效果不错，那这个通常就是没有1年半载看不出来，那所以短期内这个要僵持。郑源，你觉得贝森特已经说服了川普，还是说他的经济团队已经成功的说服川普，就是在达到最适关税、最适合的最适关税之前，先不要急着一口气拉那么高？那就是现目前结果就是这样的，川普已经不再讲60%了，这是一个证据。那贝森特也很清楚，他说课关税像一个冰块融化，他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把贸易逆差缩小，慢慢融化，它要时间。第二个，能不能使海外的美国企业回美国？可是问题回美国的产品是不是就是中国主要的这个出口到美国产品呢？这也是很大的疑问。比如举个例子，美光回美国有什么意义？对，这是一个很简单。那波音的一些零组件在中国大陆生产，回美国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因为它发包更多到马来西亚去啊。对所以对这种产业结构，贝森特当然是相当的了解。我们也了解到说，解决美国贸易逆差是要长期去努力，而且有必要解决，大家都知道。可是问题在于说，你靠关税如果不能够培养出进口替代的产业，你到最后就会出现经济学家讲的，你课关税增加10%的关税，可是你进口的金额少不到10%，要10少1%，那你就吃亏了。这是一个很现实。所以你除非还有产业政策去扶持你美国的这些产业，可是现实的问题是，因为你美国的物价高、工资高，造成你在生产很多东西在国际上都没有比较利益，没有成本的优势，你要创造进口替代产业难如登天所以你最后还是要依赖中国。那中国也有一票经济学家，他当然算了，我今天手机也许会被你取代，可是对不起啊，你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电视机。他算盘打好了，你取代不了起重机啊，这个起重机根本不能取代。对啊，所以这里面的较劲就开始。那中国不急的谈问题，就是慢慢谈判。慢慢谈判的是中国就是说，那你高科技产品卖给我吗？你那个辉达卖我2片就可以抵过那个我买你小麦2船吧？对，这个就可以解决问题啦。那如果你这个也不卖，那个也不卖，那我们就僵持下去。因为反正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现在占差不多中国出口的差不多14%，再降也不会低于10%，所以中国不用去担心。就是进口替代，如果说美国对中国课10%，但中国出口到美国只减4%，中国就占便宜了嘛。所以这个东西不必急。那在其他的项目上面这个科技方面，中国是稳坐钓鱼台啊。你现在觉得 DeepSeek 这件事情，先讲 TikTok 好了。好 ，TikTok。请问 TikTok 在美国关掉对中国有什么损失？损失的是张一鸣的股价而已啊。而且北京的股价是主要是以抖音为主，不是以 TikTok 为主。TikTok 是挂牌在海外啊，关我什么事？GDP 我也分不到，税我也收不到，那关你就关吧。金融也影响不到，金融也影响不到，是你川普到时候选举的时候少了一个工具，你要集中选举，你自己想清楚啊。那第二个，有这么多美国人用这个在过日子，在做生活，在卖东西，这些人到时候
这个翻脸的话不投票给你共和党，你共和党到时候就较劲看看嘛。你不要以为这个中国东西，那大不了你不要用嘛。这就是很多人在看 TikTok 的这件事情啊，都会觉得说美国抢 TikTok 是中国大陆的损失。其实你真的仔细分析之后，你会发现中国政府没有损失任何事情。张一鸣的损失啊，不是中国大陆损失，这两码子事啊。对，跟中国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要确保那一个演算法没有卖掉，剩下来的事情，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金融操作，甚至于跟入股的金融操作都无关。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是可以谈判的。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你要用美国政府买50%，把它变成美国的国营企业，那只要中国有黄金股、有 veto right 有控制这个演算法的权利的话，那何尝不能谈一谈呢？这是在股权谈判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重要。那至于其他的所谓 AI 的竞争，我很斗胆的判断哈，我们经过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已经从旧石器时代跨到了新石器时代。AI 已经从旧石器时代跨到新石器时代。OpenAI 是旧石器时代的产品，然后 DeepSeek 是新石器时代的产品。然后 DeepSeek 啊，不管美国人讲的什么有的没有的，它就是被微软的执行长萨塔亚认证 ，OK， 100%没有问题，却是200多片低规的晶片就可以弄出来的。那微软是谁？2000多片。微软是谁？微软不是那个什么 Scale AI 微软是 Microsoft 至少是一个有行情的执行长啊。那这里面哈，你说美国说刚才你讲的说要立法判刑20年，判啊又不是判我中国人，担什么心呢？所以你就尽量去判，你就不要用，你就留在旧石器时代。我斗胆跟他断言了 ，OpenAI 一定会被淘汰。理由没有别的，因为它装的手机很困难。你看苹果手机也只犹豫3天，苹果真的只犹豫3天，就马上转向说你可以在我的手机上运转。所以你看，你为什么会？可是 OpenAI 现在说他们现在也要走 Open Source， 然后他们也要转型。不是，你觉得来不及了？来不及，因为要开放的，它是要做一个新版的来开放哈。那你新版的开放，你基本上要架到手机上面去，还是有困难，因为它一开始用什么高规的晶片在运算嘛，要有大量的运算的数字，除非你要把你的运算量算力给降低，降低以后你又输给DeepSeek 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你如果要来用 DeepSeek 那个方法，到时候中国就可以指控你美国抄袭啊，对不对啊？侵害我中国的智慧财产权啊，所以美国动辄得咎，要顾面子，要顾里子，就顾不来了。那现在他们如果说，川普政府进一步的限制这些辉达的晶片，然后卖给中国大陆，就是我那个 H800哈，这样子降的都还不够多，我要降更多，这样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哈，现在就是DeepSeek 用低规晶片就可以做出大模型，那加在上面的小模型就更不需要这么低规晶片，可以更低一点了。那所以成本就会更低，更有竞争优势。但是可怕的是说，即使低规晶片，中国大陆的升腾已经能够跟上来。有人测试说有60%，可是不要忘记哈，这60%也许用晶片对晶片算力来讲是稍微低40%，可是北京理工大学已经发展出了 PD General。什么叫 PD General？ 就是我低规晶片可以提高800倍的算力，这个叫场域设计架构哈。它的术语哈，有点的怪，就是什么 Side Dynamic， 所以叫 PD General。每一次的科学家喜欢发明一些大家听不懂的来骗我们大家。总而言之，他绕了一条路，就可以绕开辉达的所谓的 CUDA 的一个界面哈。那科技竞争就这样子了哈。我印象中就是说，当年我要是拿到 HTC， 我走在马路上都要炫耀啊。那现在拿 Apple 的手机在马路上都没办法炫耀，我一定要拿出3折机，才有人看我一眼。对。翔荣秀一下吧，3折机，好。对，好 ，OK， 没有开玩笑。这个就是科技进展，所以我觉得那个 DeepSeek 的负责人呢，梁文宏讲得很对哈。我为什么要开源？因为很快就会有别人绕过来赶上来嘛，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欧洲都有可能赶上来。那我何妨不现在开源？那开源当然中国大陆人讲说啊，你在开源不是大家都学走了吗？我是觉得短期内还不太容易哈，因为它现在这个 DeepSeek 的开源有2个部分没有开放。一个部分啊，就是学习代码那部分没有开放；第二个就是机器工程代码没有开放，其他的程式代码全部都开放，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写出 API 架在上面。那这个是好事，
那因为当时参加的人越多的时候，会使得 DeepSeek 的训练的成本降低，训练的规模加大。比如说今天呢，介大使啊上去问一下说，哎呀，我流行性感冒要打什么样的疫苗？我跟着问的时候，我的答案会跟他一样。DeepSeek 不用再跑一遍了，他就把他跟他对答了。因为跟他讲说，哦，你打法国疫苗。然后介大使说：“我不要，我有没有什么台湾的疫苗？还要记住，我是台湾出去的这个位置。”他就开始说：“哦，你打国光，这还是简单的问题。对，简单问题。其实它因为里面有很多是属于推理的过程，尤其是数学的过程，对它的推理过程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它的推理的那个过程的那个训练将会使得别人要赶上变得更困难。因为你推理过程，如果你不满意，叫他修改。”这个就是学习训练的一环。没错，到目前为止 ，OpenAI 的任何大型语言模型是没有推理过程的。对，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的大。所以你觉得这个OpenAI ，OpenAI 一定会被淘汰？这个你也许说你怎么那么大预测？你要知道当时我们有12种搜寻引擎 ，Google 还没有排上上班呢。你都忘了当时我们用，你都忘了名字了吧？我没有，我当然记得。你别年轻，你不记得。结果现在呢都不见了，只剩下 Google 因为什么？这是有点技术优势。再来，大家不要忘记啊，以前我们在用 spreadsheet 都不是用 Excel， 大家每个人讲 Excel， 我们那个早期年代都是 Lotus 1 2 3，记不记得？真的对啊 ，Lotus， 对，我想起来了。对，现在还找得到吗？1 2 3，对，找不到。当时 Lotus 1是规模多大？对不起。技术一落后就被取代了，那一样呢 ？OpenAI 技术被落后，你美国再怎么保护都没有用。那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用高规的晶片？主要是用 AI 用的。当你发现说高规晶片不是 AI 的必备品的时候，那你回答也要转向啊。好，所以介大使刚刚这个郑源提到的就是。如果就关税战来讲，中国大陆现在好整以暇，慢慢跟你磨，因为反正呢，他已经把对你的出口已经降到了最低了14%。其实坦白说，经过这6年的贸易战，会留下来还要出口到美国，其实是美国实在需要，他真的转不了任何的这个制造厂商，只好留在中国大陆。所以这个部分呢，要再去转，其实困难度很高，而且刚刚郑源一而再再而三讲进口替代，我想很多人可能听得不飒飒其实进口替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台湾的就像起家了，对，进口替代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的经济政策。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进口的量很大，那干脆我想尽办法让它在国内做。所以我要让它在国内做呢，我就必须要产业保护它，然后呢，我把进口关税拉得很高，这样子呢，大家就会愿意到我的这个国家来，然后去设置这一些这个厂商，然后呢，这些厂商呢就不用再进口了，就可以在国内生产就好了。这种进口替代，过去其实亚洲国家都是靠这个方式成功的，日本也是，台湾也是，东南亚也是，中国大陆也是。可是现在美国要用高关税来作为它的进口替代，但问题就出在到目前为止，它有关税政策，可是没有产业政策，要如何去达到进口替代的效果所以这个关税战的结果会是如何？而第二个部分科技战的部分，哇，郑源就铁口直断了。DeepSeek 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之后 ，OpenAI 对不起，你可能连活下去都很困难。因为它两个不是一个公司竞争，不是产品，它是个 methodology 的竞争。这种是所有的科技最怕的东西，就典范移转。好，所以谢大师。进口替代这个其实是一个古典理论这个很多国家20世纪都在用这个进口替代嘛。我刚刚提了其实进口替代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我不要跟你买东西，可是我需要你这个东西，那我就把我的关税给它提到200，你200%，然后你发觉我要交那200关税，还不如把工厂移到你这个国家，你这个消费者的国家来直接生产，就是这么简单。可是进口替代，说实话，25%是不够的，10%也不够。进口替代国家用的关税都是100以上的。我们以前汽车进口就是100，我们要保护裕隆的时候就是100%我们真正成功的只有石化工业。我跟你讲，成功几率不大啦。就是说，那印度是进口替代的这个始祖跟这个发扬光大国家，它现在还进口替代，可是它现在慢慢放弃了。我告诉它关税动辄是200，所以美国用25%的话，它这个进口替代它是先堵2个漏洞，
美国的整个制造业回流的2个最大的漏洞第一名是墨西哥，第2名是加拿大。因为这个不仅是外国厂商，因为美国的这个关税高筑以后，他要移转生产基地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美国，而选择了墨西哥跟加拿大之外美国的厂也跑到加拿大跟墨西哥去投资，主要是汽车业。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美国现在川普第一个堵漏洞，然后把墨西哥跟加拿大，所以墨西哥跟加拿大说，哎呀，再延个30天，我觉得照贝森特这个讲法的话，延个60天也没用，因为你不堵这个洞的话，美国今天跟中国大陆债台高筑也是这个税台高筑，跟欧盟税台高筑。最后便宜了谁？便宜了墨西哥跟加拿大，因为墨西哥跟加拿大是唯一跟美国有大规模的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有大部分它的生产产品进入美国都是零关税，所以基本上它是单一市场，就跟欧盟是单一市场一样，美加墨是单一市场，中间没有贸易壁垒。所以呢，就是说要堵这个洞，我觉得贝森特是把它讲出来了，不过贝森特也没有给川普留面子，川普讲关税就是目的。结果呢？现在贝森特讲关税只是手段，那目的是制造业回流，那这就很清楚了。对中国大陆进行关税战是达不到制造业回流的，因为什么？中国大陆大部分很多产品它会移转生产基地，你这样子对中国大陆再加税的话，制造业不会回美国，基本上到东南亚、到东协国家，甚至南亚国家，让中国大陆的产业链这个分布的更广，中国大陆整个利益均沾的效果更大。就是你那个洞会就是堵不胜堵。你今天堵住了这2个洞，也许就跑到另外的其他国家去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10年前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汽车轮胎进行这个围堵，然后用这个所谓的倾销，把中国大陆输入美国的这个轮胎全部杀光，一个都进不来。可是轮胎制造业没有回美国美国的这些消费者直接向其他国家去买所以堵中国大陆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这次25对10，这个就是那个给中国大陆10%，给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10%，25%，这已经是很清楚了，就是贝森特的这个理论。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它够不够高？这个25%其实是不够高的那很多国家还在，很多厂商还在观望包括我们在墨西哥的这个300家台湾厂商那当初会问为什么台湾厂商会跑墨西哥那么远？最主要的借助墨西哥生产进美国是零关税，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美国关税对台湾对这个其他地方都在增加的时候，墨西哥还是0。所以呢，现在就变成就是说25%是不是符合？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有一些做伺服器的厂商，70%在墨西哥75%的产品是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制造，那就变成就是他要算一下算盘了。那事实上已经有一些移动了，包括美国的，还有一些这些日本的他们的汽车厂那么或者汽车零件制造厂已经在考虑是不是把它的生产基地从墨西哥直接或加拿大直接进美国，移回美国，这个会有效果，可是就变成就是说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怎么讲呢？立刻的一些在数据上的反应可能不会这么快，所以川普打这场仗，今天从政治口号回到了市场的现实以后，贝森特他们就要发挥功效了，所以就是最适利率的问题。然后就变成你这个关税做下去以后，它这个产业回流的速度够不够快？那它所要造成的一定造成的通货膨胀，跟你这个产业回流中间的这个价值能不能够取得平衡，或者说你这个产业回流的价值高过于你这个通货膨胀的价值？所以它现在它就变，现在它就是经济学家。那中美之间还有科技战呢？中美之间科技战现在美国已经输啦，因为我们杨文峰讲的话很简单，他在回答所谓的这个叫护城河的问题。护城河就是美国人常用的，美国的高科技一发展以后，我就把什么护城河建立起来，不让你知道，我就不让你知道我这个产业的这个核心的这些技能所在。那杨文峰讲得很清楚他讲这句话就是有底气，他说护城河是没有用的，任何一个创新的产品出来，迟早会被别人赶上。
真正的竞争的关键能力，是不是你能够持续有那种发明跟创造的能力？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杨永红讲说，我们今天这个 DeepSeek 是从0到1的，他也没有讲得很难听，就是说中国过去的科技很多这些都是1到10，拿人家那个从0到1的那个1去发挥去赚钱。其实是。那他说现在中国的企业，大的企业那个利润已经大到可以去做0到1了。对。所以他说为什么没有做呢？他说因为中国人没有信心。一个信心，他说我有信心，他说对于这种有原创性、有发明能力的天才型的人物来讲话，他在乎不是你那个鼓励，在乎不是你那些物质的报酬，他在乎他做出来的东西会不会被别人 follow， 他是那种很大的成就感，所以他就投资在中国里面有发明能力的这些天才，所以天才不要多，100多个就可以了。真的。那今天就0到1。跟蔡博士讲的一模一样，这个是已经换代了，也就是 ChatGPT 已经对不起没有前途了。你这个 model 就是过去的你那个莲花123呢，你现在已经进入 Google 时代。证明他也用过莲花123。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个科技产品之现实啊，就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就变成就是说，它展现的是什么呢？我也不需要大算力，我是另辟蹊径。你这边是千军万马，我这边是什么？我这边是就是很简单的，我只取敌方的首脑。我是我是一个思维方式，我是一个整个计算方式。你用了16000块，你16000片的显卡H 这个800或者 H100，我对不起，我用2200片。你的成本是50亿美元。你ChatGPT 去年1年花了50亿美元搞研发，对不起，我花560万美元，你根本没有办法比啦。所以一天之间，那个 NVIDIA 股价掉了6000亿美金，市值掉了17%，这不是一些谣言或者猜测造成，这是很了解这个行业，看得清楚行业未来走向的投资人做的决定啊。所以美国是举国震动啊！所以我昨天还跟蔡博士讲，我说中国这个我说这个 DeepSeek 是中国人在科技上300年来最大的发明。好。Yahoo!